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是不是经常感觉自己头上重重的，就像压着一个大石头？而且有的时候低头低久了，然后一抬起来，猛然之间你会发现两眼前发黑。有的朋友他这个头上重，而且呢记忆力变得时好时坏，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它存在一定的问题，叫做什么？就是你的往上走的这个供水量不足了。我们简称5个字，叫做老供不足那么今天咱们的视频的主题也就是这5个字，老供不足。我今天会教大家一套方法，你跟着我去做。我教你怎么把这个水去往上引，把这个红色的这个水引到我们的头上来，而且你基本上跟我做完以后，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好了，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如果说大家跟着我做完感觉好的，一定要记得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视频收藏下来，因为这个动作当中的细节比较多，我担心大家以后一划走就忘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解动作。这个动作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开天门。何为天门？你看，就是这个门就叫做天门。那么开天门之前呢，首先我们要去引上去一条线，红色的线，每个人都能引上来，但是有的人引得快，有的人引得慢。我们把这条红色的线叫做引子，引力的引。把这个线引上来以后，它红色的水就能往上走了。来，所有的家人朋友们看好，我们用大拇指点在我们耳朵上方，距离1指的位置，大约在这个位置，把它点住。2个手的大拇指都这样点住，然后2个手指分别是对在我们的印堂上，然后慢慢的往上推。你们注意看，我头上慢慢的随之而来的会有一道红色的线，你们可以跟着我这样慢慢的做感受一下头上的感觉。很多朋友在推的时候，头上就像硌着小石子一样，咯噔咯噔的这是什么？这就是不通我们慢慢的往上，这条线往上了以后，逐渐的，你能感觉到，你看我闭着眼睛就能感觉到，现在已经有一点影子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它会发红你里面会感觉到发热。其实这还不够，我们自己做的时候可以对着镜子去做，然后你也可以默数，一般来说30下到30下以后，你就可以看一看了我自己去做呢，我自己凭感受。你看这个时候差不多了，就有一条红色的印子，你看往上走，我手把灯光一挡，你们能看出来吗？一条印子往上，这个叫做天门推开一抹红，证明着我的水已经往上引了。你们做完以后，很多朋友能感受得到这里亮了，这个地方松了，但是记住，这只是引上来，你还要把它散开。怎么散？你看大拇指的位置是不动的，然后2指变成4指，要把这个门给打开，慢慢的把门打开，跟着我去做，慢慢的打开由内向外这么去做，15下到20下。逐渐的，你感觉到里面有一些小石头或者小疙瘩你把它慢慢的推开以后，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看我现在就感觉差不多了，它散开来的感觉，你如果闭着眼睛的话是能感受到的。如果你感受不到的话，你就跟着我一样做20下15到20下都行。你看我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了，我睁开我的眼睛，明显发现这个位置是酥酥的感觉，而且整个脸上有一种由内而外的热的感觉，眼睛这里也亮了不少。这就是开天门。为什么你会有这些感觉？因为你把这个水给它引上去了。每天咱们中老年朋友们去做上1个2次，早上起来做1次，晚上做1次，就这个动作，你看连前面带后面去做的话，大概也就1分钟到2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如果说完整的做的话，就是手点在耳朵上方，跟着我一起，你看由下至上去推，推完以后手别放，大拇指别放，2指变4指，再去这么去做。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开天门。你把动作记下来以后，每天做一做，你会回来感谢我。好了，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感觉大伟讲的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一定要记得给咱们的视频点上1个赞。没有关注的，把咱们的关注也点上，因为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套非常好的头顶养生操。那么这套操呢，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们去做它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改善，比方说脑供血不足咱们这个头顶头皮怕冷头皮呢有一种紧箍感卡在咱们的头顶，或者说呢咱们的眼睛不够明亮有老花眼这个脖子不太好。
都适合做。所以这套操啊，它可以说是适应人群非常广，而且操作极其简单啊，每天做一做啊，对于身体的健康提升啊，效果非常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呢，大家跟我把手势摆好啊，咱们这个小拇指啊，两个小拇指啊，对着咱们的印堂穴啊，然后呢，这个其他的手指呢就自然贴在咱们的一个这个头顶处啊。我们把手这样贴好，贴好了以后呢，注意是往我们的斜上方推啊，往我们的斜上方推。为什么要这么讲究呢？一会儿大家就知道了。推的时候注意啊，注意看我这个大拇指啊，我在推的时候，这个大拇指啊是要一个往后绕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一边推一边在旋转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为什么一定要注意这个发力的方式和方法呢？因为这个方法真的很重要，你做的好了以后，到位了以后，它才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那么大家再看一下啊，我手啊推的时候，注意看我的大拇指啊，大拇指要往后。为什么要往后呢？因为往后的时候，它可以去触碰到我们的风池穴以及风府穴啊。所以你看，注意看我的大拇指啊，往后碰到咱们的风池穴、风府穴以后，这个时候呢，你就是一个定式啊，这咱们手啊就定住了。你看我一边做啊，这个前面啊，你看大拇指往后，手是张开的。你看我这个手臂。看到没有？如果你看你这样做啊，你这样做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对吧？你看我这个手臂是这样动的，如果你是手臂打开的这样去做啊，正好做完了以后，注意看啊，注意看，我们手形成一个这样的姿势，形成这样的姿势以后怎么做啊？我的手指要去捏啊，往中间去捏啊，有没有看过那个九阴白骨爪啊？捏啊，所以你看啊。做好以后啊，大拇指定位到咱们大约在风池穴啊、风府穴这个周围啊，因为每个人这个手指的这个长度不一样啊，所以说定位到周围，然后我们手指开始往下用力去捏啊，捏住松，好，那么一下就做完了啊。再演示一遍，听起来很复杂，其实你学会了以后啊，就真的是非常简单啊。你看。往后手打开啊，注意看我这个大拇指定位好了以后啊，捏好，我背对大家做一下啊，背对大家做一下。好，那么大家看啊，手往后啊，然后定位住以后，大拇指，你看我大拇指的位置，你看行进的位置啊，定位好，捏啊，你看捏好，再来2，好3，好4，好。我们再正过来给大家做一下啊，看你看我这个手臂是不是打开的啊？你要如果做完以后手臂就是这样子，这个手臂轨迹啊是这个手肘是往前就不对了啊，手肘一定要去打开啊。2啊，对，你看3啊4，好，我们跟着我做呢，其实我们也没做多少下，但是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整个头皮啊、头顶啊都会非常的轻松，包括眼睛啊都会有明亮的效果。那么这个方法，我建议大家每天啊去做一个10下到20下啊，可以早晚都做，每天都可以做，不用做时间很长，就这么10下到20下，只要你做的每一下都到位，就能够达到非常好的咱们这个养生的一个效果啊。那么今天的视频啊就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啊，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大家没有关注的，点一下关注啊，每天大伟呢都会分享一个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啊，大家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中医上面有一句著名的话，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啊，叫做头疼医脚。那么对于很多脑供血不足的人啊，我们是不是能在脚上面能找到一个宝贵的穴位去给他改善脑供血不足呢？答案是肯定有的啊。这个穴位呢就叫做解析穴。我们去按压解析穴，不单单可以去改善脑供血不足，同时这个穴位还是长寿穴，经常去按压可以去帮助我们促进咱们气血的运行。但是这个方法是非常有讲究的。那么今天大家呢就跟着大伟一起来做一做，看看这个方法究竟怎么样。那么先教大家找一下解析穴的一个位置啊。解析穴的位置其实非常好找的，我们只需要你看在我们的这个脚脖子处我这里画一条虚线大家看一下这个脚脖子处，大家看到没有？这边有一根筋跳出来了。那这根筋的外侧这一个点就是咱们解析穴的一个位置我们呢拿我们的大拇指点进去点进去以后，你看，你可以怎么点呢？你可以把脚敲起来敲起来，然后在这个筋你看这样一点就进去了。点进去以后是非常的酸还有点胀。
那么这个位置啊找到就准了。我们只要点进去，为了方便大家一看啊，我就手做的有点反手啊，就不太好用力，就大概这么个意思。大拇指点进去，点进去以后很酸啊，保持住多少秒呢？30秒钟。好，30秒钟过后怎么做呢？大家看啊，我的脚要动，我的脚啊旋转啊旋转。如果是自己做啊，就不用像大伟这个姿势啊，自己做怎么做啊？自己做脚就这样一敲，对吧？我这个穴位一点啊，我脚就这样转起来就可以了啊，就这样非常简单。但是大伟为了给大家看清楚啊，我就做了一个很反手的姿势啊，别着手在做的。你看我大拇指一点进去了，很酸很胀，然后我这个脚啊就开始转。30秒以后啊，开始转脚。我们转脚的话，我们最好正和反都转啊，都转10下啊，就是反着转10下，正着转10下啊，就这样去转。转的时候还有一个要点，一个细节要注意，大家可以看我的脚转的时候是这个脚趾啊也要去动啊，脚趾也要去动啊。在这么一转一动之间，不单单更强大的，就更好的刺激到我们的解析穴，同时啊，它给我们这个脚上面的这个气血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活络啊，非常的好啊。所以说这个方法啊，它必须是点和转一起来做，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如果啊，你身边的朋友有这个劳宫血不足啊，或者身边的朋友啊，他身上气血啊不怎么充足啊，感觉这个身上代谢很慢。不妨试试这个方法啊，咱们左脚和右脚都要做啊。一般来说，我们点个4次啊，转个4次就可以了。每天可以在泡脚的时候做一做，也可以在泡完脚的时候啊做一做。上床的时候啊，躺在床上没事的时候做一做都可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生的方法。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啊，希望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关注这个每天啊都会分享一个有用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厉害的动作啊，叫做运膏肓。咱们知道现在很多的人啊，后背啊僵硬，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肩颈啊也有很大的问题，也有很多的中老年人啊出现劳宫血不足。其实这些问题啊都有一个非常适合的动作，就是今天准备分享给大家的运膏肓。那么膏肓啊，肯定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因为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病入膏肓，对吧？可想而知，这个位置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动作啊，其实是围绕着我们的膏肓这个点啊一系列展开的。它是可以活动到我们整个后背，包括运化到我们的一个脊柱，让我们的整个肩胛骨啊、肩颈啊，包括我们的气血往上去输送提高我们脑供血的一个供血量。所以呢，这个动作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居家养生首选的动作。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免以后找不到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这个动作也非常的简单，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用双手手背这个位置去顶住我们的腋下我们顶住，就这样，把这个姿势完成，然后呢，去转动我们的肩膀来回的转动，上下转动。你会发现就是我们手背点的这个地方它里面就是我们的腋下会特别的酸，有些朋友还会发现特别的酸胀刺疼，这个都是正常的我们先把这个点给它揉开揉开了以后它能很好的把我们的整个背部打开，这样的话呢，才能把我们的膏肓给它运好。好，我们就这样去做一般来说去做上一个30下到40下左右就能让我们的整个背部打开。好，做完30下到40下以后，我们要开始运了。怎么运呢？姿势依然不变，然后看耸肩，把我们的肩往前绕，回挺胸来1看2 3大家注意看我的动作你看，耸肩往前，再往后看，耸肩往前，再往后就这样去绕我们配合呼吸，往前吐气，往后挺胸吸气，往前吐气，往后挺胸吸气正面。非常的轻松这个动作做起来非常的舒服我们把这个呼吸配合着动作一起去做，你做完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头上后背上面就会出汗
这个汗啊，其实出来和我们普通出汗不一样，很多人出的它是一种细汗，很粘稠，其实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一些不好的东西给它排出来了。而且这个动作做完以后，你去活动一下整个后背，包括我们的肩颈，你会发现啊特别的轻松。所以这个运膏肓这个动作啊，是我们长寿动作当中的一个首选动作，也是日常居家养生锻炼当中一个非常适合、很具有性价比的一个动作。大家每天啊把这个动作去绕上一个30下到50下为一组，一天可以做2到3组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啊咱们来讲一下关于头疼头晕的一个改善方法。其实呢，很多头疼头晕啊，它是跟咱们的颈椎有着很大的关系。那这里就一定要强调一下咱们的一个椎动脉。那很多人这个长期低头啊，造成了这个椎动脉呢受压。然后呢，这个血流往大脑的供血量啊，明显就不足，就会造成了这个头晕、眩晕，身体呢走路起来这个平衡感下降啊，然后呢，这个甚至视力啊，咱们的耳朵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咱们今天啊，这个手法其实是在中医上面去利用这个三焦经啊一个推法，它可以很好的去缓解咱们整个头半边的一个肌肉的一个情况，让我们半边的这个肌肉啊都达到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效果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做。首先，咱们这个手啊比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然后呢，一只手指啊，咱们定位在咱们这个大约在听宫穴这个位置啊，一只手呢，咱们定位在耳后乳突的这个位置。乳突是哪呢？乳突就是说你耳垂啊往后摸。大家跟我一起做，往后摸呢，你摸到一个骨头，这里有个骨头，对吧？那这个骨头呢，咱们就叫做乳突。好，我们把手这样定位好以后啊，然后呢，慢慢的、深入的往上去推啊，像我一样做一下，咱们就这样去推啊。在这个推的时候啊，力量一定要渗透进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很轻柔的这样去推，那这样去推呢，就效果就不如咱们这个用劲的推的效果啊，因为这里呢，基本上它其实刺激的是咱们整个的一个骨面，也是按照咱们三焦经的一个走向去走，所以咱们这只手啊定位在这个听宫穴，这只手啊定位在咱们乳突就往上走，慢慢的往上推，你看推到哪呢？推到大约和你的这个耳朵尖平齐的位置就行了推。顺着这个骨头的方向走，推上去，再来这里耳朵后面也有很多的淋巴这个位置有很多淋巴，所以这样去做的话，不单单是刺激了咱们的穴位、经络、淋巴包含了它这个反射区，给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些肌肉、头部的肌肉一些反射的信号都有很好的刺激量，所以效果是非常好。我们每天就这样去推，一边耳朵推个30下推完以后，你去活动一下，你会发现真的很神奇的，半边的头脑以及半边的这个脖子都轻松了。但是呢，这个手法呢，它不要两边一起做，你千万不要两边一起推，这个是一定要注意两边一起推呢，很容易头晕很容易有些人呢就推完以后他会恶心，因为这个刺激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单边做单边做30下这样推。你看这只手。我的中指放到这个位置可以轻轻的按压，轻轻的推，但是重点是我的这个食指的位置一定要压揉进去，有一些微微酸酸的感觉是最好的咱们就这样做这样做。你看我的做的速度其实也不是很慢，对吧？但是我每一下都推到里面了。好，做完了以后咱们活动一下，你会发现这一条线到脖子这条线都轻松下来了。好，我们再把这边做一下，那一样的这个手指的定位手指的定位，定好位以后，然后咱们开始做。做的时候咱们这个头可以托着或者微微的歪住咱们就开始做就行了。速度可以稍微快一点，但是一定要渗入进去。你看这个食指要渗入进去推，要有微微酸酸麻麻的感觉就是最好的。那证明你的力度呢已经渗透进去了咱们这边呢大概推了有10下左右。再活动一下，你会发现整个头这一块全部都轻松了，真的是非常的神奇。那么我希望这个方法可以对于如果你颈椎不好或者身边有朋友颈椎不好劳宫穴上面有一些不足
对吧？这个头又经常容易疼啊，这种类型的人啊，你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他一定会感谢你啊。然后自己呢，如果没有什么头疼、肩颈不舒服了，就这样做一个预防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我是大伟，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那么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好，我是大伟。年龄大了最怕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一旦跟不上了，整个人就会感觉晕晕沉沉的、迷迷糊糊的，而且呢记忆力啊时好时坏，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会越来越萎靡，你的精气神啊也会陡然下降啊。那这个呢都是脑供血不足啊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老人啊都是有脑供血不足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改善我们头上的供血呢？在这里啊，我要告诉大家，咱们的头上啊都有一张看不见的网，这个网是什么呢？我们把手啊放在头顶啊，随便你放在任何的位置，把手贴在我们头上，来回的抓一抓啊，按一按，揉一揉，你会发现啊，我们手指触及我们头皮的点啊，有的地方啊是不疼的，而有的地方按下去以后啊是酸酸胀胀麻麻的。那么这个酸胀的点啊，就是我们不通的地方，其实讲白了就是我们头上啊是有一把经络锁的，这把经络锁如果你把它完全解开了以后，我们的供血量会变得更好，我们的大脑啊也会被释放开来啊，整个人啊会变得更加的精神，面色啊变得更加的红润，脑供血啊会越来越足。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教大家一个方法，去帮助你缓解我们脑供血不足。做完了以后啊，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供血往上升了，整个人啊会更加的舒服。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一把绿檀经络梳，这把梳子啊，它的齿头非常的圆润，更好的能渗透在我们头皮下方的一个经络里面，而且呢，通过这个梳子啊去疏通我们的头部，更好的能打开我们头上的经络锁。这个梳子啊非常的耐用，非常的结实，居家备上一把呢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要打开我们头上的锁，首先就要开上我们脑门上的一个天门线。天门线怎么去开呢？就是顺着我们的印堂啊往上去推，大家看1、2，从印堂往上去推啊，大家看啊，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你会发现我这个梳头啊，在往上推的时候啊，它是推着一道气血在往上走，而且呢，当你的供血量越不足，它这个气血的影子啊，它就会越淡，你推起来的时候也会越疼啊。我们就这样推啊，推上一个50下。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啊，因为咱们呢，如果是用手指去推的话，我们手上的皮肤和头皮上面去摩擦久了以后啊，它皮肤上面会有增生，头上会有一道消失不了的一个红线啊，这条线看起来就特别难看。用我们的梳子啊，就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而且梳子的一个渗透力啊，比手指啊更好。好，我们推上50下以后，把这个门啊两边全部画上，你看，从这里1、2、3、4啊，把它侧着，你看侧着，这个梳子一定要侧着往外梳，梳到我们的耳朵这个位置啊，就这样去梳。你得把前面这个门啊给打开。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头上啊痛点越明显啊，那代表着你头上的经络啊越不通啊。梳完了一侧，我们梳另一侧，一般一侧我们50下啊，但是在这里呢，咱们做视频啊就不多演示了，我们就这样去梳啊。大家做的时候是数50下，好，做完了以后我们要做哪里呢？我们要去把我们脖子啊给它疏通开来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脖子这里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从我们的耳后往下走，它是一个通道啊。你只有把这个通道啊给它完全的打开，才能增加我们的一个供血量啊。大家看一下啊，看梳子往下刮，顺着你看放在我们的耳朵上方，大家看，然后呢顺着我们的脖子往下1、2、3、4啊，往下的时候你能啊手往下，这个手一转过来，正好是打在我们的肩膀上啊，5、6、7、8。我们做的时候还可以干嘛？把我们的头啊微微的，你看偏往下低一点，把这个筋啊给它暴露出来啊，这个筋暴露出来，然后再这样去刮，它的效果啊更好。好，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把另一侧也做一下啊，大家看，1、2、3，一般一侧呢去梳上一个40下到50下。
整个过程啊是非常舒服，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梳齿过的地方啊，就把里面的一些筋结、一些点啊，给它慢慢的平滑过去了，变得平顺了。把这些经络给它捋顺了以后啊，哎，整个人你看做完以后，活动一下你的肩膀，活动一下你的头，你会感觉啊特别的清醒，特别的畅快。那么前面2个动作做完了以后，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动作呢？就是把我们啊百会这个点啊给它梳开。百会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诸阳之会啊，非常的重要。我们前面的开天门就是为了更好的啊去把这个百会给打开。梳子放在我们的发际线上，就像这样放。往后一直梳到啊，顺着脖子往下触碰到你的大椎啊，就这样看，一直往下梳。你往后能梳多下，往后梳多下啊，头可以微微低一些啊，就这样梳啊。然后呢，我们一般去做上一个啊60下左右。你看，我们甚至可以换个手啊，右手做完了以后换左手啊。左右手都动一动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做这个动作它能带动你的肩部啊，对肩部也非常的好。好，做完了以后，这个时候啊，你再去啊活动一下你的头，再去把眼睛闭一闭、睁一睁，你会发现整个人明显不一样。首先第一个啊，眼睛的进光量啊会大很多；第二个啊，面部啊会有一些气血啊往上涌，面部感觉热热的，头上面会感觉这个一层一层的解开，非常的舒服，非常的畅快。这个时候你的供血量其实就得到了一个明显的增强。咱们这个动作啊，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你早上吃完饭以后去做一次，晚上睡觉前1个小时去做一次。做完以后还能很好的帮助你啊，就是入眠。因为当你的头上经络所打开以后，对于你的睡眠其实也能带来很大的帮助，让你睡得更加的踏实。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希望大家把它收藏下来，然后以后每天打开这个视频啊，就拿这个梳子跟着我去练。同时呢，咱们的梳子也加入在合集当中，里面有很多的，包括啊提升我们的面部轮廓感的，改善我们眼角细纹的，都会在我们的合集当中啊有详细的讲解，大家可以点开看一看。那么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